我右手边的是正方，来自天津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本场比赛，他们的立场是：短视频盛行，提升了当代人的认知能力。下面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辫子双星，10年一见，方知大道苦中求。论字一言，胜于九鼎，中物明辨，胜雄辩。以便促学，锲而不舍，方能胜人胜己。以便会友，博采众长，终可成长成才。正方一辩，天津大学吴雨桐；正方二辩，天津大学唐龙；正方三辩，天津大学杨子辉；正方四辩，天津大学王之琛。携正方天津大学辩论队问候在场各位，大家上午好。坐在我左手边的是反方，来自北京邮电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本场比赛，他们的立场是：短视频盛行，降低了当代人的认知能力。下面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传游万里，国脉所系，流传世界，电联未来。大家好，反方一辩于润泽。各位中午好，反方二辩马南军。反方三辩尹其祥，反方四辩曹福恒。携我方3位辩友，仅代表反方北京邮电大学校辩论队问候在场各位，大家上午好。首先是陈词一环节，有请正方一辩。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短视频是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视频，从缺乏规制的群雄逐鹿，到如今抖音、快手整合市场，短视频的盛行已决然不同于初期以低俗、擦边、博眼球的野蛮生长。根据2022用户价值报告，在满分5分的评分体系中，短视频的内容已从18年的刚到及格线，如今已经到2022年的3.74分的良好线。东方证券正是指出，抖音的内容分发逻辑是相对质量中心化的，即给内容质量更高的分配权重，让高质量的视频更容易被人看到。盛行的短视频用内容分发机制保护了用户的质量体验，对内容质量的担忧越来越是杞人忧天。认知的能力是指获取、加工与处理信息的能力。短视频的盛行从机制上对上述能力起正向作用，因而提升了当代人的认知能力。首先，短视频的盛行提升了当代人获取信息的能力。生活场景的有限性决定了超出我们认知边界的信息是必然存在的，而短视频扩展了信息获取的方式，打破了这一边界，提高了我们的认知能力。以自律性偏差为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没法认识到有这么一个概念的。哪怕有搜索引擎，我也绝不会想到打出这几个字，从而完成搜索。但在抖音上，却有很多视频以各种形式告诉我们，自律性偏差就是为自己洗白这种事背后的心理学机制。这种信息的获取绝不是孤立。抖音博主有价值就介绍包括自律性偏差在内的7种让你变蠢的心理现象。七星光检查则向我们解释，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格式条款，即便有用户的签名，在未履行告知义务或条款本身不合理时也是无效的。短视频的盛行让更多我们生活边界之外的信息能够被我们获取，这是认知能力的提升。其次，短视频的盛行提升了当代人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短视频的盛行带来了更多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并用新的视听素材深化我们对旧有认识的理解与认知，提升了认知能力。抖音的博主超级科学用5分钟教你如何高效的阅读整理英语学术文献，让科研小白能快速的处理拿到手的文献，提供了认知世界的方法论。同时，短视频给予的更丰富的音画体验，更是提高了我们对旧有认知的理解程度。初读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合上书本，我记住的只是夸张与比喻的修辞手法，让这句诗文采斐然。而当看到短视频中的庐山瀑布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倾泻而下，撞击到水面上，我和网友一样发出感叹：李白诚不欺我。那一刻，脑中的文字与意境感受联系起来，形成了共鸣，认知因而提升到了新的境界，认知能力因此而提升。
综上，我方坚定地认为，短视频的盛行提升了当代人的获取、加工与处理信息的能力，对我们的认知能力产生了正向作用，提升了我们的认知能力。谢谢。感谢正方一辩，有请反方四辩对正方一辩进行质询一环节。同学，我确认一下，你讲的第一个部分的论点讲的是我用了短视频之后，我能够获取到更多信息，提升了获取信息的能力，是这个意思吗？对，它能让我们看到很多边界之外的信息，这些信息我平时根本就看不到，也不会想要去搜索。明白。我用阿尔法狗打下围棋，打赢了柯洁，我的围棋能力高于柯洁。因为工具本身就是人感官的延伸，所以就像我们征服自然，我们说征服自然的能力提升。回答我的问题，如果今天我用阿尔法狗下围棋打赢了柯洁，代表我的围棋能力比柯洁高吗？对啊，当我加阿尔法狗的时候，这不是我围棋能力在提升吗？因为工具是人感官的延伸呀。所以这个时候你使用工具，恰恰不体现你的能力，体现的是那个工具有多牛。所以如果你想要证明的是获取信息能力有提升，你要证明的是我刨去了短视频这种喂给你信息的模式，你如果还能自己高效的检索信息，这是你信息能力检索提升的体现。我来问第二个部分，你第二个部分讲的是短视频提供了更多的知识技能给你，是吗？它是第一个是提供给你方法论，第二个是深化你拥有的认知。我确定啊，如果我在短视频上得到的是娱乐的内容，比如我现在看那个咖啡，你冲不冲？我提升了什么能力？同学。第一件事情是，哪怕有娱乐内容，它也不降低。第二件事情是，像我方所讲的，所以娱乐的内容在他方的立场里没有任何的提升。我方数据举证，90%以上的学生刷短视频就是为了娱乐放松，最爱看的是搞笑段子、校园生活跟野史趣闻，所以绝大部分内容学不到任何内容。我来看那个小部分的知识，我请教你了，我单纯的学到更多的知识，等于我能力有提升吗？同学，你不要强接。我方有数据证明，在当下，人们使用短视频的目的就是有57.3%的人是为了拓展新的知识，仅次于58.8%的娱乐放松。这两件事情不冲突，我有可能既为了放松，也可以获取知识。所以今天你讲的就类似于我在一个娱乐的平台上有一些知识内容，这跟我在 P 站这个黄色网站上有一些考研视频没什么区别。我问你的问题是，今天知识本身获得的更多，等不等于我能力的提升？同学，你不要歪曲我的数据。我跟你讲的是57.3%和58.8%，我方给出差很多吗？我方给出定义背书，在 Wiki 百科上面给出的定义，明确讲了，认知能力与实际的获得知识技能没有关系。你的知识获取跟能力提升是一回事吗？当然是一回事了。我们讲的是加工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你讲的第一层，我方给出了定义的背书这个地方的证明。我来进几个例子好了，比如说纸上谈兵，我知道很多兵法，别人也知道我很厉害，但我的实际作战能力根本就没有。我知识有提升，等于我能力有提升吗？同学，你有背书，我也有背书啊。我方的背书就是短视频，就是那个认知能力，就是包括获取和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这是认知能力的定义。你不回答我的问题，所以单纯的知道更多兵法，不带来可能实际上我的作战能力有提升。这就是纸上谈兵这个例子在告诉你的内容。没关系，我回过头来检证一下你这些内容质量本身如何好了。我方举出的数据，每当有一个真正在讲证据的内容传播者出现，就会有50到60个虚假内容的传播者出现。你的内容质量怎么保证的？第一件事情是我方跟你论证，从18年到22年，用户的体验已经到达了良好线，这是一个向好的趋势。第二件事情是我跟你讲抖音的，打断一下，他体验为什么良好？因为那些娱乐的东西我看着太爽了，所以我体验很高。所以这个地方我的数据向你证明的就是，因为我的门槛降低，谁都可以发视频，你恰恰保证不了你视频的质量。我的质询结束，谢谢。这就像豆瓣的机制一样，它能体现。感谢双方辩手。在本轮环节结束后，正方时间所剩14分11秒，反方时间所剩14分45秒。下面有请反方一辩进行陈词一环节。谢谢。
谢谢主席，各位好。首先明确2件事：第一，我用阿尔法狗下赢了柯洁，但我没有了它，我就下不赢了，所以我的围棋能力还是很低。他方证明有短视频平台，我可以呈现高的认知水平，不意味着提高了我的认知能力。第二，我今天正如我方4辩所言，大学生调查数据显示，90%的人上短视频平台是为了娱乐需求。同样，艾媒咨询调查显示，70%的各个阶层的受访者用户上短视频平台都是为了娱乐需求。他们每天受到的是蓝色妖姬马保国，这有什么认知能力的提升？我方不理解。而认知科学理论告诉我们，认知能力是基于大脑的技能，它与人们如何学习、记忆和集中注意力的机制有关，而不是与实际知识有关。其中的核心能力是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专注力。基于此，我方论证如下。首先，在抽象思维能力层面，东北师范大学的研究显示，碎片化信息刺激使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弱化，人们不再利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式进行思考，因为碎片化的短视频太多太快了，用户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进行深刻的思考，只想接受结论。其次，在专注力层面 ，Nature 上有研究显示，短暂而及时的快速信息摄入会使人们更难长时间维持注意力。同时，这种注意冲动与短视频成瘾存在一种双向影响，意思是短平快刺激降低我的专注时长，同时我又陷入越菜越不爱专注的恶性循环。同时，东南大学研究显示，当获取信息和快速阅览在大脑表征中构建联系时，这种新的神经回路将伤害人负责联想、推理、领悟的阅读脑，降低人的专注力和思考力。第三，在大脑结构层面，研究发现，健康的大脑纹路清晰、饱满精神，而沉迷短视频上瘾的大脑萎缩的和那个老年痴呆症大脑一样。更有研究指出，随着进一步沉迷，孩子大脑中前额叶功能退化严重，而前额叶是大脑中主要负责认知、专注与思考的脑区，其背后的逻辑是大脑会用进废退，总看短视频不使用前额叶，它自然就萎缩了。可见，与认知能力有关的大脑技能已然降低，但更糟糕的是，短视频盛行改变了人们的认知习惯，将人们推向了尼尔·波斯曼的娱乐致死。过去的人们看见反诈宣传是想怎么保护自己，怎么引以为戒，如今是在评论区里大刷啊，老公好帅。过去大家看见枪击案是扼腕叹息，如今是大刷8枪身子1枪头，神仙来了都摇头。短视频的娱乐环境挤占了人们的严肃思考，而其背后逻辑是短视频凭借其不可预测的奖励机制，为人构建了巴甫洛夫反馈循环，使得人们欲罢不能，刷起来就停不下来。如此沉迷娱乐，人们的认知反馈就自然而然的从逐步深入、延迟反馈，变成了不求甚解、及时满足。这种新的认知反馈形式对严肃思考的挤占，才是短视频盛行对认知能力最大的伤害。综上，认知能力降低。谢谢。感谢反方1辩，有请正方4辩对反方1辩进行质询1环节。同学你好，我先打一个标准的问题啊，你是说工具不算人能力的延伸，对吧？当然，我用摩托跑赢博尔特，也不是我的运动能力比博尔特强。好，一个有现代化武器的军队和一个只能使用冷兵器作战的军队，谁的作战能力更强？所以剥离了现代化武器，这帮人可能根本打不过那帮拥有冷兵器、身体很强壮的人啊！他们的单兵作战能力在没有谢谢。所以你讲的是单兵作战能力，我当然承认。可问题在于，当你有了武器之后，两个军队的能力就是有差距的。这是我们聊当代人的时候聊的是人类社会的整体，这个时候工具也是人能力的延伸。你第一点标准的质疑不成立。第二点，你讲很多人为了娱乐看短视频，对吧？两件事，第一，如果每个人能力都很低，整合也很低。第二，回答我的问题。为了娱乐，大家为了娱乐看短视频，这是你的对，没错的。好，这里我们双方数据有冲突，那你打算证明短视频越盛行，大家越为了娱乐刷视频吗？现状下，大家就是都为了娱乐去看短视频，90%的大学生，70%。我理解到你的现状讲的是哪一年？2022年。这里数据有冲突。我方发现，在2020年的时候，短视频本身就出现了有57%点多的人，他会为了获取知识而刷短视频。我进一步解释，我问你，为了娱乐和为了知识一定冲突吗？
其实不太冲突，但大谢谢部分人的，不冲突。所以大家看短视频刷娱乐的东西也能获取知识，这没有任何问题。我再聊第三个问题，你说本身获取知识没有任何意义，那我的问题就很简单，我看到一个事物，我甚至不能看到它，我怎么认识它？两件事，第一，需求不冲突，但带来的影响是冲突的。我看不到场下的各位，我甚至看不到，这个时候我怎么认识？第二就是我单纯的只是看到了，也没有认知能力的提升啊。谢谢。所以从看不到到能看到是一个能力的变化，而这本身意味着获取信息能力的提升。你的那个背书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也有很多认知科学的解释说，获取信息的能力也是人认知能力的一部分。第三个问题，你的第一个论点仿佛告诉大家抽象能力弱化，然后一些比如脑科学的影响，对吗？所以单纯的纸上谈兵，认知能力就是低嘛？对，我方第一个论点就是脑科学里认知能力的降低，主要是专注。可是纸上谈兵总比不看书认知能力要高。我更进一步解释，你有论证过这些数据的因果关系吗？为什么不是大家本来能力就在弱化的同时，然后看短视频，而不是你讲的短视频带来的弱化呢？因为他方就是在同时代的背景下去比较那些沉迷短视频和不看短视频的人。对嘛？发现同时带来的背景下，沉迷短视频和不看短视频的人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就像我可能比我方3辩弱一点，这是因为我打辩论吗？不是吧？可能我学习成绩也可能比他好一点，这是因为我学习所以我身体弱吗？不是吧？所以你用2个人群的对比没有任何的意义。第三件事情，你的第2个点告诉我们娱乐致死，然后有很多娱乐化的表达，所以在降低认知能力。第一，时代背景都一样，只有短视频因素不一样，我方不理解为什么没有因果关系。第二，确实娱乐致死在挤占我的严肃思考，让我从原来的愿意去反思，变成了现在的玩梗，所以我认知能力降低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有一个老师，他上课的时候很喜欢用幽默生动的表达来把知识告诉各位，在中间穿插1-2个小笑话，活跃一下课堂气氛。按你的讲法，娱乐致死不行，这老师在降低大家认知能力，他太坏了。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最糟糕的体现，因为现在我只能用这些段子把你的注意力拴在这个课堂上，但过去不是的，国学大师讲课，谢谢。课可以，所以你讲的事情是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降低，所以短视频能够吸引大家的眼光，使大家在其中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学到知识，这有什么问题？我完全没有听出来。所以事实上，你的第2个论点娱乐致死，充其量证明大家对笑话有回应，你不能论证到大家因此而降低了认知能力。我最后请教一件事情啊。按你方的态度，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东西是在提高大家认知能力的？读书算吗？读书算，但那个东西不就没有笑话说？什么？没有笑话说？所以要做整体判断啊！对啊，所以要做整体判断。你知道现在的书籍畅销榜上很多都是那种言情小说、龙傲天小说吗？我确实不太了解，您方可以举。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体量上它有不太好的内容，不意味着这个媒介本身是有问题的，而随着盛行，随着它越变越好，这件事情能够得到规制，我方就能够完成论证。你方也认可读书是在提高认知能力，那短视频也一样。谢谢。感谢双方辩手。在本轮环节结束后，正方时间所剩11分，反方时间所剩11分55秒。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接下来进行陈词2环节，有请正方2辩。谢谢主席。你喜欢聊背书，我方的定义也是来自认知心理学的课本，里面讲获取、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就是认知能力，不比你方那个维基百科强多了吗？你方讲那个 AlphaGo 的例子为什么类比不当？因为你讲的是有一个人使用 AlphaGo 和别人打 ，AlphaGo 本身就是个棋手啊，谁会使用一个棋手来下象棋呢？而柯洁说什么？柯洁说 AlphaGo 穷尽了围棋的想象力，这说明它不就提升了我们当代人对于围棋的认知吗？它不就提升了我们整体对围棋上的理解和围棋的水平吗？所以你方这个类比根本不能成立。通过对方的发言，其实我们发现对方对于短视频的盛行有2个刻板印象。接下来我一一为短视频来平反。对方的第一个刻板印象在于，他方认为短视频上的人就是娱乐致死的，他们就是刷短视频就是奶头乐。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根据2020年短视频年报显示，刷短视频的主要目的是想要获取有用的知识和技能的人群占到了57%，这仅次于想要通过有趣的视频来放松心情的58%。这个数据其实能说明2个问题，因为首先它俩加起来超过100%，这本身就印证了我方说的娱乐化和获取新知根本就不冲突。第2个问题，当代老百姓的认知需求对于优质的信息本身是很强烈的，他们不是那种你用一些低俗的、无聊的，像你方举的那些视频就能够被满足的快乐猪。同时，根据我方的数据，2020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内容洞察报告显示，当今人们对于内容向的这种泛知识类视频，这些需求在提升了21%，而同时向你方举证那些完全低俗化信息同步在这个比例在降低。我不知道您方那个数据的统计口径是什么，那个90%里面包不包含人们想要通过放松的同时去获得新知？所以你方在数据上的治理也不能成立。所以大家真的没有在娱乐致死，这是你方的偏见。你方的第2个偏见是，你方觉得短视频平台也是想要去让大家娱乐致死的，但事实不是这样。要知道，现在已经不是短视频刚刚兴起的那个时代了。我们现在就连 B 站这种做长视频的这个平台，它也加入到了短视频的竞争大军当中。事实上，随着这个短视频的盛行，随着越来越多的平台啊、内容的这个博主参与其中，我们会发现，这短视频的流量竞争在变得越来越的激烈。而在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前提下，我们会发现内容优质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我说简单一点，如果你现在在大家的需求已经发生转变的情况下，依然给大家推送一些低俗的、虚假的信息，让这些信息充斥在你的平台上，大家不会买单的，大家会迅速卸载你的 APP， 跑去别家的 APP。所以你方对于这里的刻画也通通不能成立，你方对于信息质量好坏根本不能成立。而我往下进一步讲，哪怕如你方所讲，现在总体质量上是参差不齐的，抖音的这套推送算法，它会如我方所讲的那样，以内容质量为中心，把那些更优质的信息推送到你面前。我简单说，哪怕总体的流量池中有好有坏，最终呈现到观众面前的依然是那些优质的信息。所以你方对于质量的质疑通通不能成立。谢谢。感谢正方2辩，有请反方3辩对正方2辩进行质询2环节。好，第一个问题，寓教于乐和娱乐致死是一个意思吗？我方讲的就是短视频现在更像寓教于乐，而不是娱乐致死。好，如果我方能证明今天短视频的生态不是说像我们今天打辩论，我可能讲个梗大家更好理解，而是你说什么我就退，你说什么我就讲一个梗，是不是我方可以证明娱乐致死，而不是寓教于乐？那你觉得我方举证那些58%想要获得优质信息的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想要获得等于真的获得了吗？所以你不否认大家想知道，你是觉得大家没有获得，我方可以往下给你举证。好。所以你的4辩答的寓教于乐不成立。我在问网络小说的那个类比，如果今天网络小说的盛行让所有人只看霸道总裁爱上我，只看白富美养成记，有没有降低大家的认知能力？当然没有了。那你比如说一些农村的小朋友们，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买那些很贵的纸质书，他们通过电子书看一些外面的大城市是怎么样的，看一些别人的写作手法是怎么样的。不是所有的网络小说都像你描绘的那么不堪，那么污脏吧？对，如果短视频当时盛行都像网络小说这样不堪、玩梗、伪科学，你是可以认知的。所以我们来证明这件事情。我先确定论证前提的问题，你方今天有没有打算像我方这样证明某种能力，比如说专注力、注意力这样的下降上升，你有打算证明吗？证明了呀，获取信息的能力。第2个论点讲的是加工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好，所以至少在大脑的这个思维的这个位置，我马上跟你聊。所以我先来聊你所谓的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你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是说短视频上有一些技巧，对吧？不止，它有其实有3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它本身就在教你一些加工处理信息的方法论。我知道。有你的文献搜集。我知道。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短视频上告诉你说看论文的时候可以用这个网易有道词典翻译。那你考研复试的时候，老师让你翻译一段，你说老师我查一下网易词典。你讲的事情是他教了你一个正确的东西，然后大家没学会。那老师讲课的时候，大家也有可能没学会。不，说明老师道理很简单。
短视频推荐了你一个工具，告诉你怎么更快的处理信息，但是你要大脑真的养成自己处理信息的能力，才会内化为你的认知能力的提升。我再问你讲的那个获取信息的那个部分，如果今天大家的认知本身就是不健全的，你要不要保证大家看到的都是真实的、有条理的？我方在这里有2层的回应。第一是根据我刚刚陈词讲的推送机制推送给你的本身，我没有那么第二节没有那么快。我先问前提的问题，比如说今天小学生的读教材上面有错的信息，有擦边的黄色信息，这本教材有助于小学生认知吗？教材里面没有错别字吗？所以嘛，如果这个里面的既有错误又有擦边，教材是官方要被禁掉的，它会影响大家的认知。所以我今天只要给你证明上面全是假的消息就可以了。我方举证，每出现一个真实的知识视频，就会有50-60个虚假信息的传播。短视频的生态是真的吗？可是那些视频不会被呈现在大家面前，而且抖音有自己的不会的举证是它有自己的审核机制，不会让那些虚假的泛滥的信息在平台上充斥着的。好，所以我方举的是结果判断，他说不，他保证不会。他在这里唯一的解释是说，短视频上的视频足够优质，足够优质有没有可能代表更好笑？这不冲突呀。对，所以足够优质不是说知识含量一定更多、一定更权威，而还有可能是更好笑。我再问你，比如说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发现假新闻的传播速度是真实新闻的6倍，甚至这些老年人他们分享假新闻的数量是18到29岁人群的近7倍，是不是证明这些人本来认知能力越低，你恰恰要保证它的真实性和正确性和条理性，才能让他们提升？所以你的意思是，对于认知能力一般的人，大家什么信息都不要获取，因为你容易被骗。什么都不获取，总比获取假的、影响伤你的大脑要好。就问到这里。是，好。感谢双方辩手。本轮环节结束后，正方时间所剩8分12秒，反方时间所剩9分26秒。有请工作人员。下面有请反方2辩进行陈词2环节。好，感谢诸位各位好。本场比赛第一个分歧是短视频是个什么平台？是像我方举证的是普遍的娱乐平台，还是像他方举证的普遍是知识平台？我方举证是大家对娱乐的向往与切实所得，他方这里的对冲举证是短视频是个追求优质的平台。但各位，我说咖啡你冲不冲？我把娱乐视频做得很优质，大家确实能获得娱乐，不也是优质吗？两份数据不矛盾，所以确实娱乐平台。更何况常识语境下，一个孩子对妈妈说：“妈妈，我刷短视频是为了学习，我不是为了娱乐。”你觉得这里错的是他妈还是他孩子呢？所以，更何况现在还有防沉迷系统。你什么时候做过慕课跟百度出过防沉迷？本质不就是娱乐平台？所以第一件事解释清楚。第二件事是怎么评判认知能力的提升。阿尔法狗那个例子很简单，你方说用工具也算，但我们评判人类的围棋能力有提高，绝对不是黄教授用阿尔法狗战胜柯洁那个时刻吧，一定是脱离掉那个阿尔法狗。我们通过阿尔法狗有认知，人类对围棋水平有认知的时候，我们才会评判围棋水平的提升。所以评判的时刻绝对不是战胜的时刻，而是人类世界真的有提升的时刻。要剥离掉工具才有效果。再往下，我承认啊，各位，认知是能力这个词比较抽象，所以我尝试在辩场中辩论的方式来演绎一下。就好像我们会怎么评判一个辩手的对辩论的认知能力是提高了？你方说只要能解决问题就可以了，但讨论这个辩手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我问教练这块我该怎么打，教练给我写个稿上来读，哪怕他能处理比之前更多的辩论问题，我们会觉得这个辩手对辩论的认知能力提高了吗？当然不是。所以评判，我当然承认教练给我写稿有可能提高认知能力，但这不是评判的关键，要看我方举证2个能力。第一，专注力。我承认我方今天的数据很多，所以各位如果想了解我方的论，一定要专注在这篇论上。如果大家一会儿丢一个数据，一会儿丢一个数据，这个不就认知能力不就下降了吗？而我方这里受数据举证的2020年 Nature 发表的研究，互联网上短暂而及时的快速信息摄入会使人更难长时间的维持住注意力。抖音的用户报告显示，他们过去曾经观看的10到30分钟视频，但现在发现自己在几分钟内就失去了兴趣，专注力无疑就专注力无疑就降低了。第二趴举证是抽象理解能力，跟他方说的加工处理能力其实是相同的。
说白了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东北师范大学研究显示，碎片化信息的刺激致使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弱化，人们不愿意也不想做深入思考，拿来主义人云亦云成为主流，就好像场上我从一个愿意分析数据背后原因的辩手，知其然也知之所以然，变成了有啥数据读啥数据，有啥数据读啥数据，这样辩论的认知能力不就降低了吗？而这两份能力的降低背后是有相同的大脑学的机理佐证的，就是我方举出的那份西雅图的儿童时机理，沉迷短视频上瘾的大脑结构和患有老年痴呆大脑一样萎缩严重。神经心理学家更是指出，随着进一步的沉迷，孩子大脑中前额叶的功能退化，而前额叶的大脑是主要负责认知、专注跟思考的。之所以萎缩的原因是大脑有用进废退的机制，短视频的短平快刺激频繁刺激第一系统，前额叶负责深刻思考的部分从未被激活，而使大脑萎缩。综上是我方对所有认知能力弱化的举证，我方后续还会论证对认知习惯的举证，造成了恶性循环。稍后见吧。以上。感谢反方二辩，有请正方三辩对反方二辩进行质询2环节。同学你好，我问你啊，如果维生素盛行，代表着大家每天都只吃维生素，吃维生素吃到死吗？维生素是没有这个机制，但如果抽烟盛行，不就带有成瘾性嘛？所以你要看短视频是抽烟还是维生素。对，所以盛行不必然带有成瘾，成瘾是你方稍后一定要给我论证的，否则你的论证根本就不成立。我倒着答你，你讲专注力，你把你数据再念一遍。啊，你说哪份？每一份。啊？你觉得哪份最硬？你念哪份好？2020年 Nature 发表的研究，互联网上短暂而及时的快速信息摄入会使人们更难长时间维持注意力。抖音的用户报告也显示，他们过去曾经观看过10到30分钟视频，但现在发现自己在几分钟内就失去兴趣，专注力就这里专注力不就降低了吗？昆士兰大学发表在耶鲁生物与医学杂志对现有的60余篇文献的文献综述中表示，专注力和短视频两者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不确定的。而根据明尼苏达大学 Minor 的研究发现，刷短视频甚至能提升我的专注力。所以麻烦你一会儿要解释我这2份数据才能论证成功。我问你第3件事情，关于你的抽象思维能力，你能详细展开讲讲它怎么抽象的吗？我知道这场比赛数据对中会很多，所以如果你只聊数据没价值。我当然不是只聊数据，抽象思维能力是怎么提升的？我问一问。抽象思维能力是怎么提升的？对呀，你不是说大家现在在下降吗？平常大家是怎么提升的呢？就比如说我看到这份数据，就跟这场比赛一样，我看到这份数据说下降了，我就想背后为什么下降，然后我常去探索背后下降的原因，而不是拿来主义。我当然知道，可能是注意力重新分配嘛。抽象思维怎么下降的？抽象思维怎么下降的？我再问问怎么下降。从脑科学的解释上是对于大脑皮层的刺激不足导致前额叶的萎缩。从实际运用，我问一下，我短视频成人的依赖。我稍微打断你一下，有没有可能是我在短视频上刷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频，比如说自律性偏差，后面呢，我觉得这玩意儿挺有意思，我去看大部头的书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所以你发现那个什么我忘了那个词是啥，你发现它挺有意思的，你转到那个心理学去看那个研究，看2分钟你就弃坑了，你的认知能力不还是降低了？弃坑你没论证过，所以至少这部分从短视频到长视频的转变，从激发你的好奇心，认知从上第1个台阶变成上第2个台阶，这部分我方已经证成。我最后问你啊，你说我认知到的信息没用，对吧？你上一个问题跟能力没关系，不是认知到的能力没用，是你方想举证的短视频是个高质量的知识摄取平台，在我方是看不到的。不管是大家的娱乐的目的、娱乐的取向，还是我方举证的大家对于知识类短视频摄入的这个良莠不齐吧，都没有论证到大家真的有学到。你不能只论证大家看到了，你要论证大家能力切实有提升，才完成你方立场。有40%的人认为自己确实抖音在拓展自己的认知边界，有学到吗？拓展边界跟降低，跟看到人拓展认知边界，不要扁平化我的数据。看到不等于认知能力提高。我问教练说这个应该怎么打，他写出来我读了，这不代表我辩论的认知能力提高。你没有再回答我的问题，我举证的是大家的认知能力、认知边界在拓展。有50%的用户表示，我在抖音中真的学习到了生活技能，比如说海姆立克急救法。
我可能有人噎住了，然后我在抖音上看过，我给他救活了，学到了没？我认知边界拓宽了，我看到了50个之前没见过的跳热舞的小姐姐，我认知能力提高了，我真的不什么年代了，还看了很远。抖音，谢谢。感谢双方辩手。在本轮环节结束后，正方时间所剩6分20秒，反方时间所剩6分22秒。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接下来进行战术暂停环节。在本环节，双方可各派1名教练上场指导。此环节单独计时，时间为3分钟。接下来进行质询小结环节，有请反方3辩。好，谢谢主席，各位好，我们来聊一下认知能力提升的真实路径。所谓的能力提升，本质是要跳出舒适圈的。换言之，我们要勇于挑战，勇于创新，勇于往上走，我们才能带来能力提升的。而短视频的能力与它完全相反。你不是看不懂复杂的《红楼梦》吗？我跟你讲，这个男人叫小帅，这个女人叫小美。注意看，你看，当你读不懂文言文的时候，他给你翻译成小学生都能读的白话文，它完全是一个向下兼容的状态，完全不是向上的能力锻炼。所以在这个能力，在这个机制之下，我们往下讲2重伤害。第一个部分是对大脑的伤害，我方正过了，他方对注意力那个唯一的攻击是昆士兰大学那个报告是2019年原文的报告的内容是对此并没有明确的结论，可我们举出的 Nature 的那份数据是2021年，它有明确的脑区划分，向大家证明确实会带来这样的影响。同时，我方证明了大脑萎缩和前额叶用进废退这个位置，他们完全没举证，而且他也没有举证为什么通过短视频能够让大家专注力上升，背后那个机理是什么，他没有举证。所以能力本身，大家的脑子坏掉了，所以这个位置的能力降低，我证明了。第二个位置是我方来证这个习惯本身畸形，让大家的能力下降。他们说的很好，要证成瘾，我方证了呀。心理学上讲巴甫洛夫反馈循环，短视频具有2个主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单一的视频能够让我爽，第二个特征是我不知道下一个视频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就想看看下一个视频是什么，然后我就在这种看爽刷看爽刷的循环当中就让你成瘾。所以在这个成瘾的机制之下，大家对短视频是沉迷的，而这种沉迷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短视频上本来就是娱乐性平台，抖音本身就是一个娱乐性平台，所以大家的本质是沉迷娱乐，所以是娱乐至死，不是寓教于乐。那为什么它一定是个娱乐的平台呢？因为抖音上出现了大量的土味神曲，出现了大量的梗。有请潘周丹，就这么一个梗有60亿的播放量。我方再举一个实证好了，山东某民警在那里普及反诈知识，他说大家把全民反诈打在公屏上，弹幕都在那说老公好帅，老公有女朋友了吗？这就是我方讲的最恐怖的地方。当大家遇到深刻话题的讨论的时候，永远都在玩梗，永远都在试图我玩一个梗，然后大家嘎嘎一乐就过去了。这是抖音的生态，所以它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沉浸在这种快乐之中。这就是我方讲的，这种沉迷带来习惯的养成是更加可怕的改变。而这个位置我方还要讲3条机理佐证这是必然带来的结果。第一是人性的这个逻辑，人本身是有惰性思维的，我们不愿意费那么大的力气去认知，人是好逸恶劳的。如果能短时间就能爽，我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力气去认知世界呢？我还得读懂你的文言文，我看看小美小帅不香吗？第一个逻辑。第二个逻辑是信息茧房，这跟他方的逻辑完全不一样。抖音的逻辑永远不可能是猜你不喜欢，可是猜你不喜欢才能让你看到真实的世界，才能让你看到那些你原来看不到的东西。所以茧房明明就把你困在这里了，你根本看不到更多的世界。第3个逻辑叫做资本的逻辑，谷歌有增长量黑客学，抖音有它的推荐算法。换言之，它期待把你困在这块软件上。当你不思考的时候，因为你一旦思考就会发现，其实我刷短视频什么都没有学到。所以资本期待你千万不要思考，像一头快乐猪一样沉浸在这个上面吧，尽情的享受这个手指从底端滑到手机顶端的这种快乐，人就可以爽，我就可以赚到钱，这块软件上就有更多的滞留时间。所以这3个机理导致我方讲的伤害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我方再往后讲，还要讲2重推广。
就是我方的两个论点本身是一个恶性循环，越能力降低，习惯越差，习惯越差，能力越降低。所以短视频本身是构造了一个超级糟糕的生态的，它让人们陷入到这种糟糕的循环当中，能力持续下降。第二个部分，我方讲第二个弊害的推广，它在伤害我们的孩子们。我方的所有的报告都有后一句。由于孩童时期是专注创造力形成的关键时期，对孩子的伤害更大。换言之，脑子还没长好就刷短视频就萎缩掉了，专注力还没养成就被这个短视频整得分散了。所以短视频对我们真正的荼毒是对我们的孩子们，它在毁灭我们这个当代人的下一代。所以我方告诉大家，要正确的认知短视频对我们的影响，要警惕短视频带给我们的伤害。以上。感谢反方辩手。有请正方三辩进行质询小结环节。各位好，太吓人了，太可怕了，大家赶紧卸了。他在骗大家，他没论证任何事情。我从头开始拆。第一件事情，信息茧房。你方说这是个信息茧房，信息茧房的问题在于什么？在于有边界。可是短视频明明在突破你的边界呀，它可能是个信息小区，可能是个信息国家，更可能是你的信息城市。没有短视频，那些996的上班族每天回到家只能局限于自己每天工作看到的信息中，他才茧房。你方没有论证这件事情，而我方2022年清华大学的研究也论证了这件事情。7万条视频，154万名观看者，证明短视频的内容和信息茧房没有任何的关系。你方信息茧房证不成。第二件事情，你讲专注力，我承认我的研究可能比较老，它是2019年的，你是2020年的，你比我多1年。可是你明明讲那个前额叶，他在做简单的手工的时候，他在睡觉的时候都会活跃，怎么没用进废退呢？我怎么没见一个人越睡觉越做手工，他就越用进废退呢？我没有看到。第三件事情，你方无非是讲这个有真的有假的，有一个真的就有50个假的，哇，那谁还看短视频啊？那真的谁还看短视频？我早就卸了。正是因为他能给我提供新的优质的，注意这里是内容优质，我方讲的从来都是内容优质，内容优质的短视频，大家才有精力去看下去。否则你给大家喂的都是屎，大家谁吃呀？真的没有人吃的，所以你那个内容的机制也证不成。我方也恰恰通过抖音的推荐机制证明了这一点，它是相对内容为中心的分发制的。什么意思？如果一个内容的质量高，它就会被推给更多的人，而且这里是经过人工审核的，这是你方对抖音最大的误解。第四件事情我来讲，你方说，哎呀，教练给我讲论，我的辩论能力没提升，教练给我讲论，我的这个辩论能力反而下降了。你说我问教练，可是在最开始学辩论的时候，我就是在问教练的呀，我为什么要辛辛苦苦考来天大？不就是为了问他吗？这就是视角的拓展，给我带来我辩论能力的提升呀，各位。你说多一个视角，多一件什么事儿？我以前的时候，我向各位承认，我是一个生长在男权视角家庭下的男孩子。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女性凝视，什么罗伊诉韦德案，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女性视角。我在短视频上刷了一些视频，我知道什么是罗伊诉韦德案。你往跑出来指责我，这在降低你的抽象思考。你懂什么叫判例法了吗？你不懂，你赶紧别刷了。可是这个时候我知道，女性每受到一次伤害，或者我小的时候每次对女性做出的一些调侃，都会给我造成巨大的伤害。你说这会降低我的抽象思维，这恰恰在提升我的抽象思维。为什么？我会把我以前做的事情都总结起来进行反思，我又把我之后要做的事情总结起来进行反思，抽象出来。我说这叫女性，这叫男性凝视，我不应该这样做。就像你方刚刚讲的，这个自律性偏差，我可能只是具象的学到了，可是他是怎么做的？他是从一群抽象的人群中把这个概念抽象出来，灌到我的脑子里。以后我看人群的时候，我从每一个具象的人当一个人，我方二辩说，哎呀，这场比赛输了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杨子辉打得不好。我就说你陷入了自律性偏差，我在帮他们抽象的东西。所以你认为的视角的缩减，你认为的知识的减少，恰恰在帮我们这些普通人在提升边界。这就回到你方今年的最后一个问题，你方太傲慢了。你方指责的事情是什么？这些人本来有更好的认知的方式，可是他们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刷了短视频。可是这有没有可能本来就是他们获取知识的最好方式了呢？这有没有可能是他们拓展边界的最好方式了呢？
对于那些学习的补充者来说，我没有什么。我在以前的时候我看不到清华大学的课程，可在短视频上我能看到。这对于我来说，对于我可能没有像你方那么精英、那么优质的人来说，就是提升我认知能力的道路。谢谢各位。感谢双方辩手。在本轮环节结束后，正方时间所剩2分41秒，反方时间所剩2分18秒。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接下来是自由辩论环节，有请正方先发言。我检证你一条形式逻辑，如果你认为工具带来的能力提高不是我们自身能力的提高，那我请教你了，眼睛是不是我认知世界的工具啊？我的双手是不是我认知世界的工具啊？是不是在你方看来，只有闭上眼睛砍掉双手，格物致知才算提升认知能力？我必须给各位澄清的是，他的态度叫做短视频是人能力的延伸，错，短视频是人能力的替代。你只搜了个关键词，他替你搜了那些数据喂到你的嘴里，你的获取信息能力没有任何提高。就好像今天我用手机打字之后会提笔忘字，我用查那个翻译软件翻译英文短文之后，我自己的翻译能力会不会下降？那是你要论证在短视频当中我们有这种运进废退的情况，所以从形式逻辑上你没办法回应为什么工具不是我感官的延伸，工具的能力提升不是我自身能力提升。往下进一步检证你了，向我方举证这种下层人群，在偏远的农村山区，中国有6-7亿的人月均收入不到1000元，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法去图书馆去看那些文献，这时候你告诉他原来周围人的行为可以被提炼成一个心理学概念叫自利性偏差，这是不是对他抽象思维的提升？我的态度很简单，没饭吃也不能吸毒品，不能让降低大家的认知能力。那我方2辩和3辩在这证什么呢？证的不就是确实会大家带来伤害吗？你3辩小爷讲那个东西根本不符合大家的逻辑，这是一个无奈之举，不能证明它不降低。所以他方才是没有看到短视频的那件事儿。如果大家看完罗伊诉韦德案，全都开始思考，那为啥我方举证的大家开始进行全民反战，弹幕在那刷老公了好帅呢？为什么美国有7枪战之后，弹幕在那刷8枪身子1枪头，神仙来了都摇头呢？为啥万柳书院的事件出现了之后，大家不反击词阶级固化？大家说是不是把老奴拉在广西了？大家争相做奴？为什么那个妻子被丈夫杀掉，甚至被绞成肉末之后，大家在那刷绞肉机警告、化粪池警告？为什么大家在那说禁夫禁夫，全场欢呼？大家哪有你方讲的反思、总结、思考啊？按你的讲法，是不是现在网络视频中出现的那些反思万柳书院的视频都不应该出现？大家没有这些内容。更进一步是，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唐山打人案件的评论里，就有人说要严惩这些施暴者，这为什么不是大家在认真的思考？我更进一步的说，哪怕有一些人在玩梗，这怎么能论证到大家背后的那些人没有在严谨思考？你的举证是？你要举证，大家学到了；我举证，评论区都在玩梗。你讲的是很多人在反思万柳书院，但你真的看到那些反思视频下面在评论的是什么吗？他们评论的是：哎呀，大家就玩个梗而已啦，你何必这么上纲上线呢？我们在批判这种反思的行为，用娱乐玩梗的方式去攻击它，这就是我方举证的这种娱乐致死的氛围。就比如说那个科普视频，科普经络，热评第一是好家伙，死了还能爆炸，跟钟馗一样狗头，我学到什么知识了？我先澄清一下，40%的人表示自己学到了。你去翻那个万柳书院的反思视频，你就会发现，大家为什么到现在还会有奴性，到现在还会有这种人？这是不是大家在反思？而且大家不是被动的在接受，而是真的在主动的去探寻。只有10%的人不会在抖音上主动去搜索知识类信息。你方怎么解释这份数据？你的那份数据讲的是大家填那个问卷选，我学到了。我看张三罗翔刑法那个视频，我跟着嘎嘎乐半天。我填问卷的时候，我也选那个学到了。真的有没有在反思思考是你要证明的事情。我证明的是没有任何的反思思考出现。它背后的机理在于短视频形成了这种习惯的模式的养成。我习惯了通过短平快的娱乐获得反馈，而不愿意通过这种深度思考的方式获得反馈。这是不是挤占的弊害？比如唐山打人案件，在那些短视频下，大家都在反思我们中国的制度是不是出了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官员是不是有一些太过于草草了事了？这是不是大家的反思？你论证的无非是短视频上还有一些在严肃探讨的案例，没有论证短视频的火爆降低了我方举证的那些议论的环境跟能力。所以我们来看看向方举证的泛化之后会带来什么效果。比如你方老爱说这是大家最好的学习意愿，那为什么吉林大学的
研究显示，有86.5%的受访者认为短视频多的碎片化信息会在极大的降低学习情绪跟意志力。你方不是说是唯一的学习手段吗？咋提升的意志力还没了？你看，这就是自律性偏差。在以前没有短视频的时代，你会玩王者荣耀啊，你没有王者荣耀的时候，你会打篮球啊，你总会把自己不学习的原因推给外物，这是一个典型的因果导致。我反过来问你，你方指责我方通过一些严肃讨论来论证我方辩题，你方不是也通过一些娱乐论证你方辩题吗？所以我小节讲了3重机理，证明这个娱乐性会泛化，最后会侵蚀所有的严肃议题，导致大家养成这种通过低门槛获得快乐，大家就不愿意通过高门槛的思考模式获得快乐的方式，对吧？你那个议题我全拆完了，我最后再给大家补一层，为什么你那个不成立？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好奇心的机制，你说它不会向下兼容，我方恰恰觉得它会向上兼容，原因是什么？好奇心是人类认知的第一步，我通过一个视频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会转而去认知另外的世界，这是不是向上兼容？好奇，然后我刷到之后嘎嘎乐，好奇就刷下一条。学到的、思考的是你要证明的事情。我方举证的数据是，当阅读载体由书本转化为手机时，网络读者也更倾向于阅读浅显简单的文字。这就是我方在讲的那个机理，你养成了通过短平快娱乐来满足自己的习惯，而不愿意通过深度思考的方式来得到反馈。这种习惯的养成是不是弊害？你没有论证为什么在当下工作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我们每天我们的碎片化这个时间，这是现状。为什么短视频不是迎合这个现状最好的方式？这是没有论证的。你说大家不会去主动去巡查去看。根据短视频用户价值调查报告显示，当用户看到相关短视频的时候，73%的用户会因短视频而对长视频产生兴趣。这是不是说明你所谓那些学习方式和我讲这学习方式根本就不冲突？我只是它的补充，有什么问题？再说一遍，没饭吃也不能吸毒品，迎合现状下的最好方式也不能证明它不降低大家认知的能力。而我们看到最恐怖的事情是在最新的抖音 Q2 的财报当中，人均一天使用抖音的时间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大家真的没有挤占日常生活吗？吃不了鸡腿也可以吃鸡头嘛？你首先要论证它是毒品嘛？我方论证的本身就是它是学习的补充，是一个上台阶的过程。你知道为什么会4个小时吗？因为疫情啊，大家待在家没事干，刷抖音怎么了？你讲的是看了短视频之后，我就会对长视频感兴趣。大家自己搜一搜，李阳学长那个你贵吗？多少播放量？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的那个视频多少播放量？老友赛视频多少播放量？剪成短视频那些什么那个梗玩出来之后多少播放量？大家为什么只愿意看短的？因为我方讲了习惯的养成。恰恰相反，是因为辩论本来就是一个小众活动，它本来就不是一个那么多人看的活动，而电视节目类似的这种长视频，我们发现正因为短视频的出现，激起了大家兴趣，73.2%的人会选择去看长视频。你讲某一个小领域没人关注，这本身是这个领域的问题，不是短视频没有激起大家好奇心。我更进一步解释，其实你也认可大家会被激起好奇心，那在这个情况下，短视频既给我提供一个台阶，又给我提供认知的方法论，为什么不是提升？不是，我看了一句话推的梗，回去把推的完整视频看了，这提升大家啥认知能力了？可是抖音上，比如说有人因为本身理解门槛较高，就看不下去《百年孤独》这本书，大家都知道它很好。可是这种3分钟带读的形式，甚至每天3分钟只带你读1小章的形式，恰恰使得很多人把《百年孤独》看完。你凭什么举证大家没有在看？我读不懂《百年孤独》，然后他给我讲这个男人叫小帅，这个女人叫小美，我提升什么认知能力？当我方给你讲我们在通过一些方式提升认知能力的时候，你的唯一反驳就是那有一些坏的例子，然后你开始举例子。那我们最后的分歧就在于到底短视频上是好的信息多还是坏的信息多？你告诉我你怎么解释我跟你讲的那个内容质量为中心的推动机制？我讲了背后的机理，就在于我们形成这种习惯的培养。这个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在于这个时代人们的精力是有限的，而娱乐与知识或者深度思考在同时抢占人们的注意力。而我方小节的3条机理，人性的弱点、资本的加持跟信息茧房，就是在告诉大家，在娱乐面前，知识永远会败下阵来。可是问题就在于娱乐本身没有在抢你的注意力啊！你娱乐的时候还需要专注吗？谁刷短视频，或者说谁睡觉打游戏的时候像你一样，不行，我一定要赢，有这种吗？就好像今天我不想看电影，只想看小美小帅一样，因为看电影我还要自己思考，还要看那么长的时间，这个太慢了，这个延迟满足不行。但今天我看小美小帅15秒爽了，这是现状。谢谢。再次感谢双方辩手。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最后进行总结陈词环节。根据赛前抽签的结果，首先有请反方4辩。谢谢各位好。第一个部分，工具是人能力的延伸还是替代？短视频是怎么用的？我今天不会一个事儿，我只需要搜就可以了。它替我整合出了那些内容，然后喂到我嘴里。我提升了哪些检索信息的能力呢？就好像今天我用手机打字，然后我会提笔忘字一样，恰恰这个工具替我办了这个事儿，我的能力才得到了降低。就好像今天我用英语软件不停地翻译那些论文，然后当真的有一篇论文让我自己翻的时候，我就翻不懂了。所以短视频在做的是替代，而不是延伸，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对于现状的分歧。他方觉得抖音是一个知识平台，那就好像今天在这个地铁上，大家在低头刷短视频的时候，都是在争分夺秒的学知识。那些每天刷抖音刷到凌晨2、3点的学生是在偷偷内卷，在学习，不是吧？你去看一看他们手机上刷的是什么？小美小帅，什么潘周丹，咖啡你冲不冲？是这些内容。就好像今天 App Store 里面，抖音对自己的定位都是娱乐平台，这就是我方在讲的，它是一个娱乐平台，下面有一些知识，就好像在 P 站这个黄色网站上有些考研视频一样。而最后你方的底线是，那总能看到点知识的内容，总能看到一些技能吧。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依然是降低？因为你要看它带来了什么代价。它的代价就是它彻底抹杀了认知的可能。它怎么抹杀的？我今天认知一个事物，我需要对它有思考，我需要专注下来去研究它。但今天抖音塑造这种习惯是，我只希望通过这种短平快的娱乐来满足我这种思考延迟不行。他今天抬高了我的娱乐阈值，让我期待下一次的反馈是更快更爽的。我恰恰丢失了我自己认知的所有可能，摧毁了认知的土壤，这是最可怕的事情。而最后一件事情，对方今天全场讲了很多知识，跟我说娱乐其实很正常，大家都有娱乐需求，这些知识我能看到更多的世界。它的本质在于什么？它的本质在于给你营造一种虚假的获得感。它的本质是在告诉你，哎呀，你刷短视频没关系，你至少学到了很多内容嘛。但各位，认为沉迷短视频没有问题，恰恰是短视频最大的问题。它让你每一次沉迷这种娱乐都变得心安理得，它让你每一次沉迷这种娱乐都告诉我自己，我至少学到了很多知识呀。但它彻底没有办法改变现状。最后一个部分，万柳书院。我们在面对阶级固化的时候，我们评论区刷的是什么？是天空一声巨响，老奴闪亮登场。当有人反思的时候，我们刷的是什么？是没关系啊，就是娱乐一下而已啦，玩玩梗而已啦。这个是最可怕的。谢谢。感谢反方辩手，有请正方4辩。谢谢。其实对方今天通篇的论证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立足于现状下的一些弊病，说这是盛行的趋势中必然愈演愈烈的事情。可这个愈演愈烈，他从头到尾没有论证。而对方整体的态度，在我方看来是更诡异的。在他的论述里，好像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能力一直在降低。那我们今天还发展什么？干脆退回原始世界，去那个树上摘果子得了。可是不是，技术的发展的本质就是在提高人的认知能力。这恰恰是因为它是你能力的延伸，而不是你所谓的能力的替代，所以这是你方反技术的价值，我方不能认可。第二部分，你说大家刷了短视频之后没有办法专注下来研究，我很好奇啊，因为你方讲的很危言耸听，但我个人的实验体验来说，我是一个研究生嘛，我要做科研，可是我刷了2个小时短视频，我没觉得我科研的时候不能静下心来呀。你偏说大家不能静下心来，你的举证是什么？除了你那个脑科学，而它本身还是成瘾带来的，所以我不觉得你讲那个专注力是什么问题。更进一步是演变到今天这个时代，真正影响大家专注力的事情是什么？是你方自己讲的，互联网上又快又多的信息获取。短视频出现之前没有互联网吗？有吧？恰恰是这些新的工具的出现，原本我们的时间就是碎片化的，而在这种碎片化时间里，你本来就是很难集中注意力的。这能论证到短视频的出现填充你这些碎片化时间，再降低注意力吗？不能。更进一步是你讲那些娱乐致死的倾向，你也没有说娱乐致死的倾向会随着越来越盛行，它就会变得愈演愈烈呀。而我方看到是，随着短视频越来越盛行，更多有严谨思考的人进入其中，带起了这股反思的风潮。比如万柳书院的视频出现没几天就下架了，而如果你看到
之前的那些时代，短视频刚出现的时候，这个视频能够存在半年，这是半年以上，现在没2天就有人开始反思，这不恰恰是能力的进步吗？我最后一层讲，为什么我们觉得这是当代人能力的提升？原因很简单，碎片化的时间里，我们每个人之前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是休闲娱乐，是根本就不考虑事情，根本不在乎信息的获取。可是总有那么一刻，比方说资本不希望我思考，可是现实是在期待我思考的。总有那么一刻，我想到，在我娱乐的这些时间里，总有人在获取新的知识，而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如你所说专注下来进行学习，那我怎么办？短视频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方讲的用户需求在转变，恰恰是因为内卷化的时代到来，恰恰是因为碎片化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我们在每一个碎片化的时间里都期待获取一些知识，所以用户需求发生了转变。而这也是为什么短视频越盛行，它就会越出现如我方所讲这种类知识平台的效果。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人的需求在转变。短视频再是一个娱乐平台，它也是一个商业性质的平台，它要满足人们的用户需求。这是我方讲的最核心的要素，在于时代的变化使得人们的需求已经发生了变化，且越来越向着要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的这个状态。而这就是我方讲的，它为你搭供了从没有认识到有认识的认知的桥梁，这是能力的提升。感谢正方辩手的总结陈词。至此，比赛环节已全部结束。有请评审填写并上交第一轮印象票，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下面将公布第一轮印象票的投票结果。胡建彪先生印象票投给了反方，罗洪坤先生印象票投给了反方，席瑞先生印象票投给了反方。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0-3，反方暂时领先。现在有请双方辩手退席，有请各位评审移步台上，就坐于所投印象票的一方，有请。现在有请各位评审给出所投印象票的原因。首先有请胡建彪先生。谢谢。今天这场比赛的胜负判断，我是以谁的论证的完成度更高来投下这一票的。先梳理一下双方在这个辩题中的核心差异到底是什么哈。首先，第一个最核心的差异就在于他们眼中看待什么是认知能力的提升这一件事情。正方有正方的论述，反方有反方完全不一样的论述。在正方的认知中，所谓的认知能力提升，它是包含工具的。所有的工具，就是在这里指的是短视频哈，它是我们认知能力的提升的一个延伸，所以它本身可以带来的知识获得和处理，都算是我们认知能力提升的利好。在反方这一边呢，我套这个词可能不太准确，但是勉强表达我的意思，是比较像人类认知原教旨主义的那一套。在他的想法中，人就必须要回归自己肉体所有的那些能力。用计算机来算数，不算你的数学能力强；用汽车来代步，这不代表人类的移动能力变强。只有当我是用我自己的双腿去跑的时候，这才叫做认知能力变强。这两种，这是最核心辩题中我觉得最大的差异，也是我觉得这一道辩题中，如果真要往深处挖的话，它是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在探讨人类的能力和工具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应该把它看作是工具是延伸，还是工具是替代？
其实是价值论述的问题。你如果放在比如说我们今天用笔来书写，帮助我们记录，这算不算是我们聆听吸收能力的提升呢？那按说如果涉及到工具就不算的话，我只要一用到纸笔来帮助我记录，可视化的方式帮我认知所有的讯息，那这是人类的认知没有提升哦。我必须放下这一切，用我的耳朵光坐在那儿听，我的吸收能力才算是最纯粹的人类的认知能力哦。这个例子听上来有点怪，可是一旦回到人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得不说，我作为就是其中一个受众我也是天然比较偏向于就是所谓的就是人类认知的原教旨主义的。可是无论如何，今天辩题双方在开出了这两个最核心的差异之后，在我的判断中，没有任何一方是被拆掉的，双方都 stands。在这个情况下，正方这时就试图告诉我们，来，前半段也不是前半段，前一个多环节，就开始是告诉我们，我是怎么获得更多的认知能力的。飞流直下3000尺，看到了那个瀑布之后我真的是知道这个瀑布是怎么回事了，有明确的举证。从这一点上来说，因为它本身的前提根基没有被破坏掉，这个利好是存在的。OK， 我认它可以帮助我获得认知，获得讯息，它可以帮助我处理讯息。而反方这一边呢，因为他对人类认知能力的这一前提认知，他就跑出来变成我们今天探讨认知能力的核心部分应该是什么？两个，一个是专注力，一个是抽象思维嘛。这两个提升，它才能够提升嘛，不然就下降嘛。至于反方下边那个所谓的娱乐致死然后后面的恶性循环，那是第二部分的问题。就从这一点上来说，因为反方本身建构的前提也没有被破坏掉，那他上边要论证的这两个利好或者是弊好就是会破坏人的专注跟抽象能力，在我的认知中它合理，它存在。这是在两边的存在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比双方的论证责任，谁的完成度更高呢？接下来你就会看到正方和反方采取了不一样的战略。反方的战略就试图在这一个前提之上开始起高楼，他开始叠加自己论证的饱满度。他试图告诉我们，在这一块上，它背后的机理是怎么样的。在这一层机理之上，他还试图去铺出去，他后续会延伸对未来的影响，那个所谓的恶性循环是什么样的。他一直在做的动作是，我在叠，我在叠，我在叠。你看，现在短视频对我们的危害多大呀？正方采取的战略呢？中段一开始前段开始立了自己的之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的战略是拆对方的楼。他开始去挑战，有吗？没有啊，娱乐不是一件事情啊，没矛盾啊，没冲突啊。可是在我的审局判断中，正方对反方这些拆解能动摇，没拆掉。我事实上也依然能够接受到反方所讲的短视频对人类他们所说这两部分的破坏的影响，它依然是存在的。可是正方在这一边，他在自己观点上没有叠加，我就觉得稍薄了。比如说，反方有明确的告诉我，它核心产生的机理是怎么回事。在我的认知和我的记录中，正方的论述是没有反方这么细的。
换比较图像化、卡通化的讲法，就是正方叠的楼看起来不够厚，所以以至于越往下打，正方拆除的战略没有成效，而反方不断在动摇、稍动摇的情况下，不断把自己的楼叠高，优势就出来了。而接下来，在开始进入到自由辩之前，双方的整个战场又出现了一点变奏。反方这一边呢，在小节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个视角讲啊，真正决定人类认知能力的年龄阶段呢，是孩童阶段。所以他言下之意呢，是有点想划过去说，今天让我们学习中成长中的孩子去刷短视频，到底是有利他们认知成长，还是不利他们认知成长？就开始往这边说了。可是妙的是，正方的战略不约而同，也可能是给反应啊，因为反方这么开，他们给出一个反应。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对他们来说，短视频的出现好过不出现，因为这就是他们拓展自己认知的最好的方法。这个论述是来到正方的4辩才完整的给铺出来。它铺的背景是，整个时代从互联网时代开始，我们已经进入到碎片化的时代了。人的专注力本来就已经丢失了。前边正方的口径说我们没有娱乐至死，可是在正方4辩的时候开始进入说我们本来就一直在休闲中，可这不是短视频的错。有短视频这一种媒体出现，比起没有它出现，人类的认知获得了什么？提升的机会。没有这个渠道，那就都没了。所以正方又开出了一个和反方一样，开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语境来构建这件事情。但是在我的审局判断中，首先反方这边开出那个孩童成长的语境，我 get 到，但是论述没有太厚，而且你的整个交锋从自由辩开始到后边，我不感觉你的主线在这儿，所以这只听到，但是多大利好呢？没有太大。而正方来到4辩的时候，我认为这个点是足够落成的。加上4辩论述的话，进入那个语境，那整个对比就会变得不一样了。可是在我的判断中，这个点来到4辩最后一个陈词，你又是最后一个陈词，它来得太迟。我觉得这个语境，如果前半场确实没办法补啊，因为时间已经投放在拆，但是没拆成功上嘛。可是这个最后这个，我觉得是有潜力可以跟反方去对抢的。可是他出的太迟了，以至于我很难把它确认为这是正方核心观点之一。它就变成是点缀性的一个点中，我可以判断有优势，可是不构成决定胜负的元素。所以到最后，我的判断就是整场战局下来，反方叠起来的论证责任的完成度比正方更高。正方在这里呢，有基本成型的东西，但是它的高度、厚度没有反方来的高。他开出了一个小支点，感觉很有潜力，可是没构成场上决定胜负的要点，以至于整场比赛的胜负，我倾向了反方。在这里呢，我给双方辩手一个小建议，我觉得对我来说辩论我们当然核心求胜，可是作为一个已经不太在乎胜负的评委来说，我其实站在观众这个视角上我其实隐然对内容上有一点期待。除了精彩的搏斗之外，我不得不说这一场正反双方你们的搏斗几个环节太好看了。
这一场是我看的时候整个人醒过来，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交锋很剧烈。可是我觉得有一些值得深挖的内容，是可以花点功夫去做的。而事实上，只要你挖得够深，它是足以决定胜负的。比如最核心，你们双方的基层的那个基础的概念，到底怎么看待人类认知能力这件事情？它很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个有关人类和科技之间的关系，尤其是 AI 时代的到来，这个关系的思考就变得更形重要了。我其实就是隐然会期待有更多关于这个底层的论述但是呢，我个人作为一个欣赏者跟期待者的角度是觉得略有遗憾没有更多往下走。然后正方我其实会建议就是说，如果前面战略一发现失效，有时更省时间的战略是直接抽这一层底，更快。因为你前面已经耗太多了，与其后边最后那边开一个新的语境下来再比，倒不如直拆。你已经拆到中段，你已经没时间再回头了，那干脆就拆到底吧，赌个大的。我觉得战略上可能会比较有机会。好报告完毕，谢谢。感谢胡建彪先生。下面有请罗洪坤先生，有请。感谢主席见到这么多的观众，心里非常非常的高兴。终于有线下的辩论比赛，大家汇聚一堂。建彪学长刚才讲的基本上都是我的心里话差不多，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大家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我补充一点点，建彪学长可能没有提到的，我觉得他一定也会觉得很重要。比如说正方同学我们这个辩题字打得很小在这里字打得很小。我自己打辩论比赛或者评辩论比赛都有一个小小的习惯，我会把辩题在纸上抄一遍，因为有的时候辩题打着打着会漏掉点东西，而有些东西有可能是很关键的。比如说今天这个辩题，这个当代人从来就没出现过，从来就没有讨论过什么叫当代人的认知水平，或者说当代人的认知能力。你们知道，在发展心理学上面，或者说在一些心理学的量表上面，我们怎么测量一个人的认知水平的吗？尤其小朋友会测的比较多我们会让他去做那种像找规律的游戏一样。你把后面的填出来，来看你的人判断能力。我们会做那种考公务员的题目，来看你这个人的逻辑能力。可是我问你，这些题目，这些考你所谓认知水平的题，是不是当代人使用认知能力的主要场景？我先把这个话扣在这儿，然后我来讲我为什么判这场比赛胜负。第一点和建彪学长一样，我觉得关于究竟这个人的认知能力算不算工具，我觉得正方同学没抢下来。但正方同学你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个没抢下来对你很要命因为你讲的是通过这个短视频，我能够获取知识的边界，我能够知道一些加工处理信息的新的知识。可是所有的这些知识都来源于短视频，反方就釜底抽薪一句话，叫做离开短视频没有搜索，这些能力你都没了。讲道理是有点奇怪的。我们现在没必要算3位数乘3位数的数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计算器。如果我们当代人的认知水平里面，或者说认知能力的要求里面不包含3位数乘3位数这项能力，那你苛责我说我的能力都来源于按计算器，有什么必要呢？我现在要处理的问题全是靠计算器就能解决的呀。现在这年头谁接触不到短视频了？
如果我的认知能力，我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短视频搜一搜就能解决的，那又如何？所以说很难想象反方同学的这些攻击就是这么的，咱们当然可以说了，这些能力都没长在自己身上，但是现在科技都已经这么发达了，计算机都已经这么能算了，汽车都已经这么能跑了，会有几个人要求我们的能力在肉体上要跟得上？这有点奇怪。那么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当代人的认知能力究竟是什么要求？我觉得正方同学你完全没有碰，在这个完全没有碰的情况下，被反方同学抢了不少手，觉得好像我这个能力你不是你实际的提升。那这个一糊掉之后，正方的两个论点其实一下子就都很危险。第二个危险，我觉得正方同学你好像没有意识到，正方同学你几乎所有的举证都来源于自证。什么意思啊？正方同学你说了很多回，你是有机理的，其实是有机理的。正方同学的机理叫做一开始开篇就讲说，现在的短视频叫做质量分发。如果用户很喜欢看那些高质量的内容的话，大家都会把这些高质量内容推送给他们。可是有没有注意，这里有个前提，就是质量的高低以用户自己来判断，这就出问题了。这里我觉得反方同学一直到结辩的时候才稍微我觉得讲得更好一点。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你们见过那种数字油画吗？就是一个油画，然后上面全是格子，有许许多多这个数字格子，然后给你很多很多个颜料，然后你把那个颜料涂上去，你觉得你跟莫奈差不多，画出来也是一个星空。我告诉你，那个东西啊，就是通过一种非常非常简单的劳动，让你产生了一种你也能搞艺术的错觉。那个东西就是涂颜色，其实跟艺术半毛钱也沾不上边啊。但是我们就通过那个东西觉得说，你看我弄出了那个画，我也好像蛮厉害的。当然我不是批判这个东西不好，而且它很流行，恰恰证明它符合一定程度上大家的心理。Anyway， 短视频一定程度上跟这个东西有点像。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反方没有讲那么直接，但是后来通过很多例子都已经讲到了。比如说反方同学来拆你说，你这个优质内容是不是更好笑啊？如果用户觉得更好笑的内容就是优质内容的话，那推更多更好笑的内容好像也未必是件好事。也包括反方讲了说，所谓用户自己的满意会不会像是那种老子问儿子说，你这短视频刷的都是什么东西啊？有没有营养啊？儿子说很有营养啊，对吧？他有可能天天刷的是小姐姐，他都说很有营养啊。这个是合逻辑的，我觉得这里正方同学你的突破口是在结辩时候提到的，说现在我们当代人的需求就是在碎片化当中获得知识。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是结辩时候才提，你必须在很早的时候告诉我说，当代人的需求比较普遍的就是在碎片化的信息当中，有可能有娱乐。这里我要多延伸一下，我觉得正方同学你真的是吃了个大亏。我现在来开始讲回这个当代人了。你们有没有觉得反方同学有一点点，对不起啊，这是没有贬义啊，有一点点老顽固的感觉？就是他们的那个人，就是对不起啊，没有贬义啊，他们有的时候就有点像那种爸妈一样的。你刷短视频肯定是件坏事，你在短视频里面花很多时间肯定是件坏事，短视频会耽误你的时间，会让你搞笑，肯定是件坏事。我就问一个问题，有没有种可能性叫做当代人对于认知能力有一种要求，叫做比如说叫做管理时间啊，或者说当代人对于认知能力有一种要求，叫做在许许多多的梗里面去获得知识啊。这其实就是正方自己讲的，你知道吗？你们不是也讲吗？就是说获得梗或者说获得娱乐和获得知识不矛盾。
但其实对当代人提出的要求，可能就是梗酒肉穿肠过，你知道吧？梗，哎，这梗玩梗无所谓的，但是玩完梗之后你就要忘记，然后呢，你像海绵一样的把那些知识给留下来，这有可能特别就是对当代人提出的要求，因为以前没有这种环境，你知道吧？以前不需要提这种要求的，现在的要求变了，跟以前变得不一样了。那你在这个大环境里面，你自己不锻炼这个能力，那你还怪我喽？那你们一开始不是也讲了吗？书本虽然能提高我们的能力，但是书其实也是本身也有很多好好坏坏的呀，泥沙俱下的呀。也就是说，我们锻炼认知能力的方式也好，要求也好，跟以前有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只要我这是我私心建议啊，我觉得正方同学你只要打得足够现代，反方除了那个就是大脑退化的跟老年痴呆没什么两样这个数据之外，其他的我觉得其实都未必是问题。当然了，说到这个数据，我也多说一句啊，就是我自己有点害怕，都不太敢相信啊。我会回去看看，说是不是真的短视频刷多了会像老年痴呆一样啊？我非常非常怀疑，但是还好这场比赛没有以这个东西来评判胜负。好。其他的关于反方同学成立的意见，基本上跟建彪学长差不多，我就不再赘述了。那总而言之呢，我给正反双方可能都会提一个醒，可能反方同学是有意无意的啊，他对于认知能力的要求是没有变化的，是跟以前一样的。但是可能正方同学，我觉得你自己要给自己提个醒，从有书到没书，从有电影到没电影，从有电视到没电视，人类的每一次认知能力的定义和学习认知能力、提升认知能力的方法、渠道、要求，可能都在变。而这个题目其实恰恰有可能在变的是，在当今时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很可惜错过了这个胜机，我觉得就特别特别难。但是我同意啊，比赛其实很精彩，非常感谢双方辩手，谢谢大家。感谢罗洪坤先生，下面有请席瑞先生，有请。好，各位好。我觉得这个比赛很精彩啊！我觉得精彩在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它有推进，对于比赛时间的有效利用，这40多分钟我觉得是非常足够的啊，没有说是在简单的原地踏步到了后半场，或者说是停留在对于之前战场的一个重复论述上，我觉得这是可取之处。第二个，我觉得好的比赛一定是有策略的。我一会儿会在我的整个点评环节来展示出我认为今天正反双方在策略性上做得好，和我觉得还可以更新的地方啊，更进一步的地方。那我来判别这个比赛的战场主要是4个战场。那这4个战场不尽然说是完全按照比赛的时间顺序来的。第一个战场其实说在我这边是蛮关键的，因为正反方的立论是不同的。刚才建彪学长也讲了，正方的一个立论其实它是关于了认知素材超越边界和认知能力两重性的这个立论。那么反方的立论其实只回到了原认知能力上面。换而言之，为什么我说这个标准非常重要？正方去想一个问题，当你这么立论的时候，你的主要着重论证的重心要放在哪儿？放在你的超越边界的素材为什么会影响认知能力上？因为这个标准立论一旦不成功，其实对于抖音的或者说短视频内部的素材的内容的讨论，我可以说，如果我是反方刚硬一点，我今天就不跟你讨论了。因为你的标准不成立，因为你的论证内容就是你的素材内容到你的认知能力之间是没有完成得证的。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正方、反方其实它一来的目的非常明显，在4:1的第一个问题用 AlphaGo， 其实就是在给你讨论说，我们现在运用这个工具等不等同于我认知能力的提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来回，
反方分别用了纸上谈兵，分别用了阿尔法狗，而正方其实在二辩的时候，他是抓住，这就叫对战场的敏感度。正方二辩一起来，第一个解决的例子就是阿尔法狗，这是对的。但是反方后面是有回应的，就是运用反方的切法是运用阿尔法狗和研究分析阿尔法狗不是一个意思，对不对？不是一个意思。好，这里面其实是有2条路径可以走的。关于阿尔法狗这个例子，就是2条路径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探讨认知能力的时候，我运用工具，正方的回应是工具是人感官的延伸。反方的意思是不行，我得回到人的原认知上来。那么这里面可以有2条路走。第一条路是，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定义？也就是我扣回语境，当代人讨论能力的时候，要不要把已有的工具算作我能力的内部？如果说我要算作的话，为什么我要这么说？为什么在今天的讨论战场上，我要支持说工具是人认知能力的延伸？这个是一个原因性的，但是正方没给。反方走的是第2条路线，反方走的路线是到后面直接亮出了最后一把匕首，说什么？说替代。替代这个关系就完全打了正方说的这个延伸的逻辑，因为延伸是补，对吧？是加法，而替代是什么？是博弈，是零和博弈。那这个里面的话，我认为在反方上面它是存在一个微弱的优势的。所以最后在这个标准的证成上面，我个人认为是我目前更倾向于可能认知能力讨论原认知能力，但是我没这么判。为什么呢？因为还是得看比赛双方的交锋。前半场大家还是花了好多时间讨论内容的问题，所以我仍然会认为，即便在标准反方占优的情况下，我仍然在判比赛的时候看到第2个战场，也就是我们来讨论关于抖音内部内容超出边界的部分能不能影响人的认知能力。这个是反方自己的辩论策略，也就是你们的胆子，因为毕竟是晋级辩论的大赛场，不敢直接绕过去，所以你还是要回来讨论这个部分。好，没问题，我们来讨论内容。讨论内容呢，我接受到的顺序是这样的：第一步是首先娱乐性内容到底增不增强人的认知能力？这个部分最早双方其实非常默契，就是我不想跟你讨论娱乐性的内容，甚至我们认为娱乐是贬义的。但是讨论到后来，我觉得有一个点非常有意思，那就是看书里面也有笑话书，也有言情书，也有霸总文。反方还质疑了这个问题，说你看霸总文到底那没书看和看霸总文只能看霸总文，到底哪个认知能力更强呢？我认为这是我对反方的一点不满，不干脆有时候我跟你讲啊，人的认知状态为白纸的时候，比他有偏见更强的。我今天就可以告诉你，霸总文里面充斥着大量的性别偏见，甚至是美化犯罪。我为什么不敢说这个话？有很多人的情感状态就是被霸总文毁掉的，我宁愿他不看。就算你没有恋爱课程，你也不要看霸总文，这完全可以说呀，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反方在这个部分他是不干脆的。好，这是娱乐性质到底能不能够带来的，这个是本身的性质问题。第2个就是数据问题，双方的这个数据，正方给的是57.3%的那个获取知识，55.8%的娱乐，仅次于这个反方是90%的娱乐。好，这个数据呢，也是我对这一场非常奇怪的地方，就这个数据大家都是一划而过。我不知道双方有一种奇怪的默契，就是这个数据我们不用展开聊，因为是聊不清，对吗？可能是打了很多模辩赛，聊不清。反正这个数据就放这儿了。放这儿之后呢，我觉得这个里面就形成了一个问题，形成一个什么疑问呢？尽管正方的语境是他们不互斥，对不对？那接下来就必然涉及到对语境的争夺。这个语境的争夺，我用反方的词语来定义，就是到底是寓教于乐的语境，还是娱乐致死的语境？到底是一个老师在课堂上面讲2个段子，活跃一下气氛，来让大家吸取知识，还是在满是段子里面就那么一点微薄的，还可能不容易是真的知识？那这个语境的争夺，坦白来讲，走到这儿来的时候，正方有点难了。这就是为什么反方后半场不停要跟你讲，抖音是一个娱乐平台，在 App Store 里面定性为娱乐平台，什么娱乐平台？因为它跟生活常识太相关联了。
太相关联了。那这个语境的争夺，在我这边，我个人认为可能更是就是说更能偏向反方一点，因为我觉得那个寓教于乐是需要正方举更多的现象或者更多的例证来完成说服的，因为这个论证责任本身在正方选取论证策略的时候就要担得更大的。他们来讲是更难的。好，那么接下来反方还在这补了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谣言啊，或者我理解成就是内容的争议性，就是一个纯粹正确的内容是1:50到60。正方的回应是说是审核机制。其实你随便举一个，就是你父母妈妈群里面那个养生，那就有很多问题，那个不见得是虚假信息，但一定是灰色地带。对吧？没法监管。好，但这个部分我且不论了，因为双方也没有怎么交锋下去。那么这个里面，正方唯一对于内容的防守，就是不停的回扣什么呢？叫做我们的平台是以优质内容奖赏度，以及从18到20年还是22年，然后我的那个良好度从及格线到良好，这个部分有一个问题，反方问了，而且很明确，什么是优质？优质这里面其实是可以展开说的。反方优质内容究竟是类别的划分，叫做娱乐性内容天然低于知识性内容，还是说我娱乐性内容做到极致也是优势？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内卷，搞笑博主不内卷吗？拍段子那么容易吗？现在搞笑博主也很内卷，这也叫优势。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反方对正方有所挑战，而正方没有在后续给出更充足的回应的。所以基于内容端，我觉得反方也占一定的优势。那么来到了第3个战场，就是能力端。能力端的部分，我们按照反方开出来的战场来看，就是2个能力，第一个是专注力，第2个是抽象能力，就是那个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专注力的部分的数据，我最后接收到的是一个19年昆士兰的那个文献综述研究，一个是20年的这个研究。这个研究目前在我这边仅有的辩论来看，也只能说是算作反方略占优势。那么最后来看抽象能力，抽象能力正方给出来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好奇心。正方最后给出来的机制是好奇心机制，也就是我通过刷一个短视频，对它产生了一个好奇，我有一个契机，然后我可能会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去系统了解，就是百年孤独，很多的例子。这个部分如果说反方不举机理，就怎么样呢？就打平了。但是反方举了机理。这个机理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恶性循环，是正对这个点的。为什么？各位，其实这个东西可以展开聊。就是好奇心的前提是什么呢？是你有空，我看一个东西很有趣，我会去搜。如果这个东西太满，就是我刷2个小时，每个东西几十秒，我不停的刷，我大概率这个好奇心就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要因为与其对于一个系统的复杂的东西的好奇心，和对于接下来抖音不断推给我更多同类型的好奇心，成本低的更容易抢占人的心智。这个部分是反方可以说得更详细的，但是没事儿，到了反方3面第2个部分的时候，就补充了3套逻辑。这3套逻辑分别是平台逻辑、人性逻辑和资本逻辑。这部分补得很好。这个时候有一个策略就出来了。策略是什么呢？就是反方做了一个延伸点，就是我不光跟你谈人的认知能力，我要告诉你人的认知能力的关键期是孩童。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厉害的，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出就是恰到好处，因为再往后出它就涉及到我认不认这个点了。但是往这儿出就等于你判断了在优势战场上进一步去干扰对方认知能力，因为你是划分了人群，更精细的划分人群。如果这个时候你补，我不一定听到了可能你补了，就是青少年儿童在整个的抖音里面占据了用户多少，可能会把这个点的说服做得更好可能会把这个点的说服做得更好。好，那到了后面来讲的话，最后的最后出现了一个最有意思的战场，也是价值性战场，是正方主题的。这个时候就是关于什么呢？关于普通人如何获取知识的形式。这个部分是我对反方最不满意的一点。因为什么呢？正方是明确提出来了，是不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就是他们能够获取知识的最好形式，你不能那么苛求所有人都要去读书。好，正方的回应是没饭吃也不要吃毒品。这个回应1次还行，回应2次3次就有问题了。
你的后半战场，你判断一下你的策略现在应该压在哪儿？就压这个点上了。因为你自己还提到了资本逻辑，资本逻辑的划分就非常有意思。什么叫资本逻辑的划分？就是它不仅是为了赚钱。我跟你讲啊，资本逻辑除了为了赚钱，它其实是很大一个程度是要保证阶级固化的。而媒介在阶级固化当中是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你往下去论证，是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也就换而言之，你方今天恰恰是替普通人着想，不是没替普通人着想。这个东西最大的问题是它会使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我就举一个美国70年代、80年代一个非常经典的社会学研究，就是电视。精英家庭里面是没有电视机的。你再看工人阶级家庭里面大量的电视机，然后导致什么？导致这个资本主义体系永远得到稳固。媒介就是这个样子的。而到了4变的时候，你就应该把这个点压得更厉害了，对不对？应该压得更厉害了，因为你要预测对方一定开始朝这个点去延伸和发散。果不其然，正4起来之后，我觉得它既回扣了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代人，又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普通人。它在回应，我觉得应该回应的还是当代人，就是现代人的一个节奏，是碎片化的时间节奏。而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时间可以说了。如果你预测这个时候他要去讲这个战场的话，其实你在这儿是可以把它堵死的，这个策略上是可以把它堵死的。那么，我认为反方在最后正方在最后再出这个当代人的碎片化时间的时候，其实我跟建彪学长感受是一样的，可能在节变上面有一所加成，但是对于整体来说，它已经没有办法展开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展开了，这个视角是要开早一点的。那这里面其实就还有一个这一场没有讨论的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媒介和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其实你没发现吗？就是当我们在讨论一个人怎么使用媒介的时候，根本上才是正方所说的在媒介之外。如果这个人本身很努力，他当然可以利用一切碎片化时间学习。可是如果一个人本身在碎片化时间就是不做事儿的、不内卷的，那么你现在就要讨论他这个东西它对人反作用的影响。对不对？就是对于我来说，一个碎片化把脑袋放空和吸收一堆垃圾啊，我打个引号，哪个更好？这个是可以论的。以及它到底怎么样把人的碎片化时间占据了？这个碎片化时代究竟是媒介出现之后切割的，还是媒介出现之前切割的？这个才是当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述啊！但是这个部分呢，今天没有讨论。就是到底我们在理解媒介的时候，认为人的主体性终将战胜媒介的引导性，还是最终我们会很失望的发现，人是一直在被媒介所形塑的？啊，这个部分可能是很精彩的部分，但是没关系，我们场下可以再聊啊。好，谢谢。感谢席瑞先生，请问各位评审是否还需要补充发言？感谢各位评审的精彩点评，有请工作人员递上商讨票。有请3位评审填写第3轮商讨票。再次感谢3位评审，有请移步台下就座。比赛结果已出。首先揭晓的是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他是来自反方代表队的3辩尹其祥同学，恭喜您！下面我将为大家宣布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初赛 D 组第1场的最终结果。第2轮环节分数票，胡建彪先生投给了反方，罗洪坤先生投给了反方，席瑞先生投给了反方。第2轮投票的结果是0-3。第3轮商讨票，胡建彪先生投给了反方，罗洪坤先生投给了反方。席瑞先生投给了反方。第3轮投票的结果是0-3。
加入第一轮印象票的最终结果，正方0票，比反方9票。让我们恭喜反方代表队赢得本